6年前的今天，一部没有顶级豪门、没有惊天阴谋，却让无数观众哭着追完的电视剧正式开播。2020年8月10日，以家人之名上线。6年后的今天，当我们再次回头看这部由谭松韵、宋威龙、张新成主演的作品，依然会发现它最厉害的地方，可能从来都不是爱情，而是它重新定义了2个字：家人。根据你提供的猫眼专业版数据，以家人之名最高热度达到9903.4，曾23次登上猫眼电视剧日榜第1，并获得4项播出类奖项和3项提名。而更特别的是，6年之后，这部剧依然不断被观众重新讨论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为什么一部6年前的家庭剧，到今天依然有这么强的生命力？答案可能就藏在李爸家门口的那段楼梯，藏在一碗热气腾腾的面里，也藏在餐桌上永远多出来的那副碗筷。这一次，我们就一起回到那个夏天，重新认识以家人之名。第一部分，6年过去，以家人之名为什么还没有被遗忘？很多电视剧播出的时候很火，但大结局之后很快就被新的作品取代。可是以家人之名却不太一样，它不是那种靠一个巨大反转让观众记住的作品，也不是靠轰轰烈烈的爱情线撑起全部热度。它真正留在观众心里的是一种非常普通却又非常难得的感觉。回家。2020年8月10日，这部剧正式播出。芒果 TV 至今仍将它定义为家庭、喜剧、青春类型，而官方剧情介绍也明确指出，故事围绕3个原生家庭存在缺失却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展开。李尖尖、凌霄、贺子秋，3个看起来完全不同的人，因为家庭变故走到了一起。他们没有血缘关系，却慢慢成为彼此生命中最重要的人。这也是整部剧最温柔的一句话。有些人出生就是家人，而有些人是在漫长的人生里一点一点成为家人的。第二部分，谭松韵的李尖尖为什么让观众如此难忘？6年之后再看李尖尖，你会发现这个角色其实非常特别。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完美女主，她会闯祸，会任性，会撒娇，会吃醋，也会因为哥哥们离开而难过。但她身上有一种非常真实的生命力，她会笑，会哭，会大声喊哥哥，也会在最需要的时候毫不犹豫地站在家人身边。而谭松韵真正厉害的地方，就是没有把李尖尖演成一个完美的人，她让这个角色看起来像我们身边真的存在过的女孩，有时候可爱的让人想笑，有时候又让人心疼。尤其是当观众意识到李尖尖看起来拥有一个完整的家，可实际上她也经历过失去。她不是没有伤口，只是她选择用爱把这些伤口慢慢包起来。所以6年之后再看谭松韵饰演的李尖尖，依然会让很多人产生一种熟悉感，因为她不像电视剧角色，她更像我们曾经认识过的某一个人。第3部分，宋威龙的凌霄是整部剧最复杂的人之一。如果说李尖尖代表的是温暖，那么凌霄代表的就是沉默。宋威龙饰演的凌霄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特别会表达情绪的人，他习惯把很多事情藏在心里。小时候他经历了家庭变故，也过早承担了本不应该由一个孩子承担的情绪压力，所以他对李尖尖的保护从来不是简单的哥哥保护妹妹，那里面有依赖，有责任，有亏欠，也有一种害怕再次失去家人的恐惧。宋威龙当年的表演之所以让很多观众记住，就是因为凌霄并不是一个一直把情绪说出来的人，很多时候他只是看着，一个眼神，一个停顿，一句没有说完的话，就已经足够让观众感受到他的情绪。而这也成为凌霄这个角色非常重要的特点。他看起来很强，实际上他比任何人都害怕失去。第4部分，张新成饰演的贺子秋可能是最容易让人破防的角色。如果说凌霄是沉默，那么贺子秋就是把自己的委屈藏在笑容里。他明明也需要被爱，却总是努力让自己表现得懂事；明明害怕被抛下，却总是装作什么都不在乎。所以贺子秋和李尖尖、凌霄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。他们不是亲兄妹，可是他们一起吃饭，一起长大，一起吵架，一起面对生活。
他们之间最珍贵的东西不是户口本上的关系，而是无数个普通日子累积出来的感情。张新成把这种嘴硬但心软的感觉演得非常自然，所以当贺子秋受到伤害的时候，观众会特别容易代入，因为我们会突然发现，这个孩子真正想要的东西从来都不复杂，他只是想知道自己是不是也有人要。第5部分，李爸为什么成为整部剧最重要的人？如果说3个孩子组成了这个家的核心，那么李爸就是这个家真正的屋顶。涂松岩饰演的李海潮没有传统电视剧里那种超级父亲的光环，他没有万能能力，也不是一个完美的人，他只是一个开面馆的普通爸爸。可是正是这种普通，让这个角色格外动人。家里的楼梯、面馆、餐桌，还有永远准备好的碗筷，这些东西看起来都很不起眼，但6年之后再回看，你会发现这才是以家人之名最厉害的地方。他没有告诉你什么叫家，他直接把家拍给你看。饭做好了，门开着，有人等你回家，桌子上永远多摆一副碗筷，这就是家。也许你和这个人没有血缘关系，但只要他愿意等你，愿意给你留饭，愿意在你受伤的时候站在你身后，那么这个人就已经成为了你的家人。第6部分，6年之后，我们终于看懂了这部剧真正想说什么。当年追剧的时候，很多观众会关注凌霄和李尖尖的感情，也会讨论贺子秋到底应该属于哪个家庭。可是6年之后，我们再看，会发现这些问题其实都不是最重要的。真正重要的是一个问题：到底什么才叫家人？是出生证明上的关系吗？是相同的姓氏吗？还是所谓的血缘？以家人之名给出的答案非常温柔。血缘可以决定你从哪里来，但不能决定谁真正爱你。有些人和你有血缘关系，却无法给你安全感，而有些人与你没有任何血缘，却愿意陪你走过最困难的岁月。这就是这部剧最打动人的地方。他没有否定血缘，他只是告诉我们，血缘不是爱的唯一证明。第7部分，为什么以家人之名特别适合在6年后重新观看？因为我们变了。2020年的我们看这部剧的时候，可能还在意谁和谁在一起，谁是哥哥，谁是妹妹，哪一对 CP 最甜。但6年之后，当很多观众真正经历过工作、离开家、成长、失望和重新开始，再回头看这部剧，感受已经完全不同。以前看到的是爱情，现在看到的是成长。以前觉得比爸唠叨，现在才发现那些唠叨可能是一个成年人能给孩子最简单的爱。以前觉得哥哥们离开以后，故事变得复杂，现在才明白，人生本来就不会永远停留在小时候的餐桌旁，人总要长大，总要离开，总要面对自己的原生家庭，也总要学会重新定义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。所以，以家人之名不是一部只讲兄妹情的电视剧，它其实讲的是一个人如何从过去的伤痛里走出来。第8部分，谭松韵、宋威龙、张新成，为什么这组3人组合成为经典？今天再回头看，李尖尖、凌霄、贺子秋依然具有非常强的辨识度。谭松韵让李尖尖拥有了灵气和真实，宋威龙让凌霄拥有了沉默和克制，张新成则让贺子秋拥有了温柔、倔强和一点点让人心疼的孩子气。3个人放在一起并不完美，甚至经常吵架，但正因为不完美，他们才像真正的一家人。芒果 TV 官方资料至今仍将3人的关系概括为3个原生家庭有缺失的孩子在彼此扶持中成长，并最终与过去的自己和解。而这句话其实就是整部剧的核心。他们不是因为完美才成为家人，他们恰恰是因为都不完美，所以才需要彼此。第9部分，6周年真正值得纪念的不只是这部剧。6年之后，以家人之名纪念的其实不仅仅是一部电视剧，也是那个曾经坐在电视机前看着3个孩子一起吃饭的我们。也许6年前你还住在家里，也许那时候你觉得父母的唠叨很烦，也许你觉得每天一起吃饭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。可是6年之后，有些人已经离开家乡，有些人开始工作，
有些人已经成为父母，有些人